Welcome back to the channel, everyone. I'm sitting here next to Master Chen Minder, who is my supo or martial uncle. I feel honored being able to interview him and share with you his thoughts about different Kung Fu topics and details about his personal Kung Fu career. He is one of the oldest active disciples of Grandmaster Tai Tzu Che, and he has been doing an outstanding job promoting our lineage with his YouTube channel and also writing two great books about Liu Hao Tanglan Chuan and Pak Kwa San, among many other things. If you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Master Chen Minder, stay with us and let's get to it. S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watching. I'm here, like I said, sitting with Master Chen Minder. We're gonna do this interview a little different, okay? He's gonna answer all the questions in Chinese, but I'm going to read the question in English first. Okay, that's what we're gonna do. So, Master Chen Minder, or Sibo, can you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your name, origin, and profession? Thank you. 我叫陈明德哈，是1956年出生，我出生在台湾宜兰县的一个乡下人了啊。我曾经在宜兰县的国民小学当老师，当主管当校长，总共30年的时间哈。2006年我退休了，退休以后继续在宜兰县政府接受教育指导这样的职务花了16年的时间我在这一段时间曾经受到侨委会的邀请担任海外的文化老师，有很多机会到日本东京以及大阪地区石垣岛、美国休斯顿地区这些来做为期1个月以上的这种文化教师的传统文化的传授，包括指导舞龙舞狮武术书法等等这些传统的文化谢谢。Now, when did you start learning martial arts from Grandmaster Tai Tzu Che, and what was your motivation? 1974年的时候对不起，1971年1971年的时候，我刚满15岁，我从宜兰那个乡下地方来到台北读书。那我想让我的身体强壮一点，所以我就参加学校那个学校的社团活动。那这个武术的社团活动的指导老师就是戴世哲，所以我跟戴世哲老师是1971年就跟他一起来学习。那我为什么喜欢武术因为我个子小打篮球抢不到球那跑步这个腿短所以都不适合。后来发现武术运动可以，它的强度很适合于我自己去做练习。那这样的运动后来成为我一辈子最热爱不已的一个信仰。那我的武术学习应该是启蒙于云海武坛的戴世哲老师。那当时因为我住在学校住宿的这个环境团体生活，所以我那个时候每天早上5点到7点，晚上9点到10点半，这个1个多小时的时间都有机会团体来练武术来练这个运动。那加上我礼拜天会到台北新公园跟张祥山师爷学习有时候晚上就到景美的舞坛跟刘英桥还有戴世哲师傅、陈国清老师、黄伟哲老师一起做他们指导我，然后一起练习。
寒暑假就有徐继老师啊、苏玉章老师，还有很多武术界的前辈啊，来亲授指导这些拳艺啊，然后指导。那当时也有佩戴一些护具来做散打的实战练习，所以就奠定了我以后啊学习武术的一个基础跟这个习惯啊，练武术的习惯。OK。Now, when did you become a disciple? And when was your Paisu ceremony? And what does it mean to you? 哦，OK， 1975年啊，12月的时候，戴世哲师傅因为要去委内瑞拉担任武术的教练，所以当时刘云桥师爷啦，就希望戴世哲师傅啊，能够在台湾留下传承的火苗哈。那因此啊，我就成为戴世哲老师啊开门收徒的第一批弟子。好，那1996年呢，戴世哲师傅又自己来主持啊，让我提升去拜张祥山为师，啊，因为张祥山啊曾经在生前说过啊，如果有机会要收我为徒了，那戴世哲老师啊把它实现了。那成为这个弟子的主要意义啊，它是在传承这种优良的武术文化，然后把本门的这些武术技艺发扬光大，然后一代传一代，不断的让它能够源远流长。那最重要就是要自己充实自己，要强壮自己，要不断的学习跟进步。所以我也是在做这种开门收徒的任务了啊。那目前我也收了3批的学生，分别是在1999年、2012年、2022年都举办我收徒弟的仪式，那都请云海武坛的戴世哲师傅来见证。那我们也把这样的影片剪辑起来。公开的分享给大家，知道这种仪式。OK。是。是。I'm learning Chinese. Come on, it's not only Kung Fu. All right. All right, Master Cheminder. What boxing styles and routines do you know? And what is the order of learning or study at the same time? Like, for example, if you learned at the beginning Liu Ho Tan Lan, and then Pa Kwa San, Pi Kwa, Pa Chi, all that. Thank you。我的学习啊，包括有6合螳螂、7星螳螂、八卦、8极。劈挂、形意拳、太极拳这些拳术啊，我都有接触到哈。那我分2个阶段来说明我的这个过程。那第一个阶段是从1971年到1975年，那个时候我先学的是基本拳、小虎焰，小虎焰哈，还有这些7星螳螂，同时接受戴世哲老师跟张祥山老师的指导。好，然后2年以后，我和张祥山老师在台北的新公园练太极拳，和戴世哲老师、刘云桥师爷在景美的武坛练8极拳。然后接着戴世哲老师教6合螳螂，徐继老师教陈泰，苏玉章老师教的是南截拳。那陈国清老师教的是8步螳螂，这是我第1阶段的学习。然后第2阶段的学习啊，就是从1999年到目前为止2023年，因为那个时候戴世哲老师回台湾了哈。那1999年啊，是由我的师妹黄金英老师，他教我八卦内修掌，他教我八卦内修掌。
然后2012年开始到现在，我重新回到云海舞坛，接受戴世哲师傅的训练哈，所以把所有过去练过的拳重新修复整理，然后学新的武术。那这个新的武术就包括螳螂、八极、劈挂、八卦、形意拳还有盘桩等等这些功夫。OK。Now, what is your favorite boxing style? Is it Bakwasan, Xinyichuan, Pikwasan, Pachichuan, or Tanlingchuan? And why? 不管哪一个拳只要学了，你就会喜欢。那年轻的时候，我先学螳螂跟八极，所以我就爱上它。后来我学的杨太极、陈太极也很喜欢50岁以后，我开始学习八卦掌、形意拳、劈挂掌、八极拳或者是螳螂拳，能够把以前的东西复习，然后又是学新的东西。最重要就是戴世哲师傅他不断的精进他的武术风格他非常独到，非常完美，充满了魅力，所以我对武术的追求动力就一直持续到现在。OK。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martial arts level of Venezuelan senior Juni Zapata and his apprentices and disciples? Do you think they can maintain the assets of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teach them correctly, and carry them forward? Yes，戴师傅戴世哲师傅常常说了，武术的高层境界就是真善美。那真就是武术的本质，他的动作招式的设计，能用能打关于这一点他们做得非常出色。那第二个就是善，善是友善、和善，处事很平静安稳让自己的身心内外合一对身体有益，还可以进一步让更多人一起来学习，一起获得益处关于这一点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努力了那第三个就是美，它是一种艺术的境界。比如说你很刚猛、很柔和，速度快慢、节奏，还有你身体的线条，都需要一体成型、相互融合武术也能够结合跨领域的，比如说这些多元的发展。比如说我们看刘文桥师爷他的书法戴世哲师傅他的书法文学，黄金英老师的武术音乐，这些戏剧灯声光等等都是我们未来可以尝试的一个途径。那单就武术本质来说委内瑞拉的师兄弟Juni Zapata 和他的徒弟的功夫都是非常的精实如果能够继续精进再努力，一定可以把这种传统文化武术的资产把它维护住，并且做正确的传授，发扬光大，这是我们大家的期待。OK。Now, there's something going on right now with the new generation that they don't like to practice or learn Kung Fu, okay? We can see that everywhere, not only in Taiwan, because I've seen that in Taiwan, but I also seen that in USA. So, are you worried that these boxing styles may disappear in the future? Especially the younger generation is not interested in Kung Fu. And if so, is there a way to avoid it? Yes. 担忧这是必然的，但是我们能做到就是要尽量的去做。我们有一句话说宁愿你今天做了后悔，也不要因为你今天没有作为，到了明天再来后悔，那就来不及了所以近年来我也是很高调的，透过各种管道，很公开的分享我的心得，留下很多这些资料可以给
我们的武术的后辈有兴趣的人做一个参考。譬如2018年，我们就在师父戴世哲的指导之下，完成了六合螳螂拳谱。那2021年又完成了跟黄金英老师完成了八卦掌探尾这样的书籍了那2020年，我们又依据六合螳螂拳的这个拳谱这本书所提示的13个螳螂拳的套路，我们用台湾云海德武协会的这个名称陆陆续续拍摄戴世哲师傅所传承下来的这个一系列的影片记录。所以你只要点选 YouTube 就可以看到德武开讲这样的影片那这是一个部分。那另外我也是会经常在国内外重大的武术赛会当中受到邀请表演，那我们都很乐意去参与，让这个武术文化能够做进一步的宣扬。那你知道最近几年来，我们有参加过新唐人的2019年第6届的全世界华人武术的大赛，开幕的时候去邀请表演六合螳螂。那2020年，我们也去日本参加这个第1届的台日螳螂拳国际交流论坛还有在日本的金田边市的国际文化协会、台湾武术表演会等等还有去拜访京都闽鹤和气道馆做武术交流。在新唐人2022年就是去年的时候，这个办理世界全世界华人武术大赛，我也受邀请参与表演六合螳螂拳的手法所以那今年我们还有全国性的八卦掌论坛都有积极的参与。那透过这些方式，让大家把这个武术的东西能够留存下来要不然真的学的人越来越少，恐怕会消失Now I have a last question here for Master Chen Minder, and it's what happened when Master Taiseshe went to Venezuela, and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at? Did you continue practicing? You talked about a little bit before in one of your questions, but if you can dig a little bit more. Thank you. 戴世哲师傅在委内瑞拉的期间因为我从台北回到宜兰回到我的工作岗位，我当老师、当主任、当行政主管。那这一段时间几乎跟武术有很多重大的连结了。比如说，我担任宜兰县的武术方面的辅导，还借调到台湾省政府教育厅担任巡回全省各个县市的这个武术方面的指导，编的书叫做《国术运动》，我分发2000多所国民小学来做参考那另外也受到日本东京、大阪地区石垣岛、美国休斯顿地区来担任海外的文化老师，指导他们我刚刚提到的舞龙舞狮书法还有国术这些课程。那一方面我也在写脚本、执行示范，在政府的部门里面去做武术宣扬的影片为这个武术文化尽一点心力。那这一段期间，我也是断断续续在练拳有时候工作家庭两边忙就忽略了。虽然在武术它可以运用在我的工作上面，但是可以说没有师傅在身边，我只有退步没有进步。OK。Well, that's it for today.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watching.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to the channel. I want to thank Master Chen Minder, my Shipo, about this interview. This is exclusive for our channel, and it's been an honor for me to be here sitting next to you with this interview.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All right. Thank you. Thank you.